帕帕，中国现在的经济是不是要进入大萧条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投资呢？今年中国的经济可能是30年来最严峻的挑战，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感觉到中国的经济要崩溃了吗？还有希望吗？未来会不会像日本一样进入迷失30年呢？还是像美国的大萧条呢？那我个人也经历过当时92年美国的大萧条和03年香港的大萧条，我感觉到是非常的相似的，所以我个人的经历再加上今天给大家的分析，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给我们一些启示，所以我邀请大家看到最后一定会收获满满，并且对自己的投资策略也有所帮助，希望大家能够避开股灾，找到好的10倍股、成长股，让我们的财富滚雪球。我们首先会分析一下中国的经济为什么会这么的差，然后我们来寻找一下到底中国经济的出路有没有，在哪里，而我们应该如何去投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经济最新的数据，还是第2季度的数据，中国经济 GDP 的增长放缓到了 0.8%， 这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低。我个人觉得是自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起飞之后最低的增长。那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这么糟糕呢？我们来重温一下 GDP 有4个元素：消费、企业的投资、政府的开支和进出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最新的出口的数据，7月份的出口是跌了 14.5%，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那为什么中国出口会跌了这么多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全世界的经济都不是太好，还是在新冠疫情之后正在康复，全世界的消费者他们的收入受到了影响，工作受到了影响，消费的信心都是疲弱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去年在新冠疫情非常厉害的时候有了风控的管制，那很多跨国企业本来生产全部在中国的，因为他们要分散风险，也把部分的生产和他们的供应链从中国撤走，分散到其他的国家。那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中美的关系还是非常的紧张，美国政府也针对中国的某些行业做出制裁或者其他的一些限制的措施。综合这3个原因，中国的出口是非常的疲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企业盈利就会倒退。我们看到中国最新的 PPI 也是负 4.4%， 而出口少了，剩下的库存多了，要促销，也使到中国的7月份的 CPI 到了负 0.3%，正式的进入了通缩。而我们知道，通胀一旦变成了通缩的时候，这对未来的消费会有很不利的因素，因为大家都延迟去消费，今天买不如下个月买，因为下个月买会更便宜，而这个会导致恶性的循环。供应商为了要去库存，会打更大的折扣，使到未来的通缩会更严峻。那长远来说呢，企业赚不到钱，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所以我们看到消费疲弱，企业投资也弱，再加上进出口现在是倒退了很多，推动 GDP 的4头马车已经是死了3头。而在这个时候，推动经济的最大的支柱内地的房地产到现在还没有走出 ICU。那之前我们有解释过，当楼价在跌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去买楼，开发商的资金链又断裂了，使得他们造楼的过程也停顿了。他们恐慌买了楼之后，未来这些楼盘会烂尾，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楼价一直在跌，过去2-3年很多的内房企业也出现了严重的亏损。
房地产这个行业就像一艘大船，有很大的惯性。虽然现在中国出台了很多刺激楼市的政策，但是要改变这个房地产大船的方向，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疲弱的房地产不光是直接影响了超过30%的经济，更加有一个非常大的负的财富效应，因为大家看到自己的楼价跌了之后，消费的信心也去掉了。那刚才说过，中国的生产制造业因为出口和内销的疲弱，所以今年是非常的糟糕。而另外一块第三产业服务业也因为过去2年的新冠疫情，很多的公司熬不住倒闭了，而现在面对内销的疲弱，很多的服务业都不敢去开店或者扩张，所以这也导致了中国今年的失业率是非常的高，特别是年轻人。过去2-3年大学毕业，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中断了企业的招聘，到现在青年的失业率已经高达20% 以上，甚至有人怀疑真正的失业率是远远高过这20%。GDP 4个元素的最后一个板块，政府的开支也因为地方政府的债比较高，而且他们最大的税收来于房地产，而这个收入也大幅的减少了，所以无论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他们的支出也可省即省。我们如果有看中国政府在基建和 AI 方面的投入，中国政府的基建也在最近的1年大幅度的减少了。那中国的经济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呢？无可否认，中国现在面对3大问题。第一个是人口红利的消失，现在的出生率下降，未来会面对更少的年轻人，但是要养活更多的老年人，这一个人口结构的改变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挑战。第二个是中美关系继续的紧张，全球进入了供应链逆全球化，甚至有人说是去中国化的这个过程。而第3个就是中国内地的消费信心，取决于中国能不能把房地产泡沫这个爆破之后的后遗症解决掉。的确，中国经济现在是面对很多的困境，特别是社交媒体上，很多人预测中国经济会崩溃，中国就此会像日本一样步入迷失的30年。但是我个人感觉中国没有这么悲观。我个人是经历过92年美国在海湾战争之后引发的经济危机，和香港在97年之后到了03年房地产跌了70%，再加上非典引发的经济的大萧条。但是过了几年看回的话，所有最严峻的问题，当时感觉到是没有出路的问题，之后也是解决了。美股从92年开始连续了8年，到了2000年才爆破的大牛市。香港的楼市也在03年开始一直涨到金融海啸才有一个调整。而中国政府有以下2个优势，第一个是他们看到了上一个世纪20年代末期在美国发生的大萧条和90年代日本泡沫爆破之后的迷失30年，前车可鉴，所以中国政府现在非常积极的出台一连串的政策。我个人觉得问题越严重，解药也会越猛，而药力需要一段时间出来，在药力没有出来之前，经济还会下滑，政府还会继续的下猛药，使到之后的反弹也会非常的猛烈。我个人觉得出口
口随着全世界的经济开始复苏的话，中国的出口也会复苏。一旦出口复苏之后，就会消化掉过剩的产能和库存，中国的通缩也会得到控制。现在政府要解决的就是解救中国内地房地产和消费者的信心。所以现在中国明确的表明，要通过资本市场让大家在股票和理财产品当中赚到钱，使他们有财富的效应去消费，去扭转中国经济的下滑。所以很有可能中国的股市和债市在未来会出现一个超级的大牛市，因为在中国相对比较闭环的经济里面，政府的影响力是相当的大，而且很多中国的机构投资者都是跟着中国政府的指引去做投资的，而个人的投资者也会跟风。一旦股票市场好了，就会吸引他们进入市场，带来下一个金融市场的大牛市。那大家如果感兴趣，想知道我个人在92年和03年当时的经历和如何利用当时发生的事情，在投资方面赚了很多的钱，建立了我的财富的话，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如果有足够的兴趣的话，我会专门做一集来分享我的经验。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写有兴趣这3个字。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也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以后我拍了视频上传的话，你就会得到第一时间的通知了。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投资呢？以下这3点可能会帮助你调整你的投资策略。首先，股票市场是领先实体经济3到6个月，投资者是前瞻性的，他们不看现在或者过去企业的盈利，而是放眼未来。当投资者预测到经济到了最低点，开始要反弹的话，他们是首先会偷步把资金进入市场去捞底的。所以不要等到我们看到实体经济好转了之后再去买，到时候可能已经会涨过头。比如说在2022年10月份，当时的中概股和港股是到了最低点，但是一旦中国风控放宽，这个时候股票市场就马上反弹，从10月底到2月初反弹了超过30%，有些股票甚至是翻了个倍，就是因为普遍的市场预测未来中国的经济会复苏，所以一旦反弹的话，会反弹的很急，也会很多很快，到时候再想追的话，可能就追不到了。而最差的是，我们犹豫了一下再进入市场，结果是买在了2月份最高的时候了。那第2点我们要记住的就是之前给大家讲过的戴维斯双击，当企业赚到暴利的时候 ，earnings per share 会上升，市场对他们也会追捧，他们的 PE 也会上升。所以我们看到，一旦实体的经济好转，企业的盈利就会上升，而这个时候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信心也回来了， PE 也会增长，盈利上升再加上 PE 的上涨，中间是个乘号，这个时候股票就会涨了很多。特别是如果我们专注一些成长很快的优秀的企业，也就是我喜欢的10倍股，只要盈利增长1倍到3倍， PE 再增长1倍到3倍，加在一起10倍的投资回报就不是遥不可及了。那第3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周期性的，不会直线的好，也不会直线的差的。那如果我们看经济循环的话，有4个阶段，配合中国政府的政策也有4个阶段。在中国的经济里面，当政策一放就会乱，乱了就会收，收了就会死，所以这个放乱收死的周期，我们也从中国过去30多年内可以看到，2021年中国的政策是收紧了，而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政策是放松了，鼓励民营企业，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再叠加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正在宽松，人民币的减值会有利出口的竞争力。
也有利之后通缩变回通胀，所以种种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曙光。到了最重要的第3点，股神邓普顿说过，在市场绝对的悲观的时候，就是买股票最好的时候了。戴维斯也说过，赚最多钱的时候是在熊市的时候。而我们观察这些著名投资者邓普顿、戴维斯，他们都是全世界去找投资的机会的，特别是那些跌得过惨的市场，股价到了非常低的时候，相对他们的估值还有一个很大的责任，这些股票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安全边际，也就是说风险是少了，而分母小，一旦反弹的时候，我们的投资回报也会是很可观的。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不懂投资的话，不要乱买股票，要投资先学习。我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精华课程，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第1条连接点入了解更多，限时免费。最后重中之重还是那一句，问题越大，解药越猛，之后的机会等待你去把握。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记得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